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近日在这期外长会议中，众成员国在对中国的决策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了解，在会议上，美国再次在新疆棉花上大做文章，妄图所有参会国家一起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可出乎意料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却不赞同美国这一决策。有分析称，如今中国和欧洲的合作已经日益密切，继续打压中国经济，实际上也是在断自己财路。其次是由于稀土对欧洲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结合两点，欧洲早已和中国绑在一起，这才毅然决然否定了美国的决策。话说回来，新疆棉花一事也早就有了结论，这只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手段罢了。中国经历了贸易战后，便逐渐减少了与美国的贸易往来，转过身来拥抱欧洲和东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感到了威胁，便又开始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对美国而言，特朗普任期时不仅没有对中国产生实质性的制约，反而使得美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一度失去众多盟友。如今美国一直想要恢复之前的国际影响力，可美国之前的所作所为难以再次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并且随着疫情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疫情后的贸易重启都需要像中国这样可靠的贸易伙伴来支持。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是众望所归。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不论美国如何颠倒黑白，如何抹黑中国，中国始终在全球经济上占据主要地位，屹立不倒。再加上中国和平共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了中国的合作中来。一来二去，不仅促成了全球经济发展，也让中国发展无人可挡。如此宏大的经济正循环，正是美国不具备的。如今美国依旧不肯醒悟，继续行使之前的霸权主义，这样只会让美国持续丧失国际影响力。不论是美国的疫情还是合作困局，都是美国常年来任性而为的后果。美国若还不迷途知返，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最终完全被世界舞台孤立。美国应该知道，不论是五眼联盟还是 G7 会议，都是用来协商未来发展方向的，并非是美国结党营私、徇私舞弊的场所。据媒体最新报道，近日印度媒体撰写文章表示，在当下印度被第二波新冠疫情肆虐，国内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印度于拉达克地区部署的印度士兵却还是没有消停，即便是暂时处于按兵不动的状态，但是仍然有别的动作。报道中写道，为了保证新冠疫情不会影响到印度军队的作战能力，印度陆军北部司令部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而之所以选择按兵不动，是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感染的意外。即便部署在这里的士兵基本上都已经接种过疫苗了，而他们所谓的按兵不动，也仅仅是没有采取什么主动军事行为。印度军队实际上还是在通过无人机等方式进行监视。且据相关消息人士透露，尽管印度国内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连医院和诊所这种基础设施都已经不够用了，但是在中印前线拉达克地区却仍在忙活着服务和方便军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名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夏季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时机。目前印度军队在中印前线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都是为了加强被部署在这里的军队，如果他们建造更多居住和后勤设施，对于一些运输通道他们也要修复。而之所以印度军队要选择在这中印前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消息人士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他认为虽然双方已经脱离接触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想要重新返回前线，花费的时间是很短的，因此印度也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保证印度也能同样做到这一点。据了解，在之前，印度媒体就已经报道过，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的各项能力较往年夏季都有所提升。对于中国新闻发言人在之前发表的谈话，印度媒体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中国发言人在军长级会议上向印度方面喊话，希望印度方面能够珍惜当前缓和降温的形势。然而印度媒体却认为，印度方面珍惜形势并不代表就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他们指出，这是需要从不同角度来看的，印度还是有可能进一步行动的。不过在双方都已经取得成果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有积极的消息传回去。只是在国内已经乱成一团的情况下，印度竟然还想要在中印边境搞事，其实也是挺令人费解的事情。近日，七国集团在英国伦敦举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的目的不是围堵中国，正常是维持国际基于规则的秩序。言外之意，不会围堵中国，而是和中国基于国际规则公平竞争。在这之前，外界普遍猜测布林肯此行旨在说服更多盟友对抗中国。
然而话音刚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公开叫嚣，美国结束历史最长的阿富汗战争，重点应对下一场大战，而且在下一场大战中，美军能力将是空前的，令对手望而却步的。即使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是结合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所言，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主要是为了集中精力和资源针对中国。美国在中东开始战略收缩，集中在印太地区搞事情。此外，作为经历过冷战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多次发出战争预警，他曾提醒中国做好战争准备。近日还指出，美国第一次面对可以在军事上、经济上可以与其媲美的国家，和苏联不同。而且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以及拥核国家之间对抗继续，将会把世界卷入灾难。在他眼中，中美逐渐走向不可控状态。事实上，这都是美国执意挑起来的。自拜登上任后，就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向中国施压，在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挑战中国。美国战舰和军机更是频繁挑衅中国，加剧了地区冲突风险。此外，美国还不断加大对台支持力度，给了对岸分裂势力极大信心。而在外界看来，中美最有可能的冲突点在台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列为全球最危险的地区。对此，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也公开叫嚣，中国不可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不仅是沙利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也开始唱衰，解放军经验不足，若没准备好与美军作战就出手，可能卷入灾难性危机中。也许美国人认为这样恫吓就能唬住中国，从而放弃统一大业。中国从来都是把美军干涉考虑在内的，不仅是针对岛内的军事力量，更考虑过如何击败美军，甚至击败更多伸手干预的外国军队。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和实力，我们是不会轻易出手的。更何况，拜登最担忧的是中国可能不是孤军奋战，俄罗斯立场已发生改变。前段时间，俄罗斯著名军事专家华西里什卡表示，如果美国与中俄发生军事冲突，且都处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中，中俄能够快速有效结成军事联盟。众所周知，美元作为美国薅世界羊毛的重要工具，一直都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十分注重维护美元霸权，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但是，随着美俄之间的对抗升级，俄罗斯为了避免美元在本国经济中的影响，率先开启了去美元化的进程，并在最近又公布了一则重磅消息，直接击中美国痛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在5月3号公开对外表示，俄罗斯将会采取相关措施来逐步脱离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这意味着俄罗斯宣布公开去美元化，并对美元霸权毫不遮掩地进行打击。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此举不亚于向美国正式宣战，而宣战的底气在于俄罗斯早就开始在去美元化的道路上进行全面布局。他们不仅有计划的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改为增持黄金等作为储备货币，同时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支付系统，并呼吁世界各国一起加入去美元化的进程。很显然，在俄罗斯的领头作用下，去美元化的队伍开始越来越壮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经有53个国家加入了去美元化的潮流，而各国的努力也逐渐有了成效。根据相关数据表明，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连续3个季度呈下滑趋势，并且还有专家指出，随着去美元化的队伍不断壮大，各种货币的强势崛起，美元霸权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终于坐不住了，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并急忙请求与俄罗斯展开对话。5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演讲时对媒体表示，他希望能在6月举行G7峰会期间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话。很明显，这是美国向俄罗斯释放的缓和信号，因为近段时间里，美国一直联合盟友对俄施压，让两国关系接近冰点。美国眼看俄罗斯要公开去美元化，担心事态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拉拢俄罗斯了。但是与美国斗争多年的俄罗斯恐怕早就看穿了美国这种小把戏，而且美俄的紧张关系也不可能仅凭一次会谈就能缓和过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去美元化已经是必然趋势，美元霸权也终将走向末路。